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别被知否里的赵丽颖骗了，真实的她攻击性很强。大年30那天，和家人一起看春晚，赵丽颖出来的时候，长辈们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姑娘看起来可真乖，就像她演的那什么剧来着，也总是乖乖的，所以她奶奶才疼她。”我扑哧一下笑了，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说的是知否里的盛明兰吗？”他们连连点头，对，就叫那个什么兰。我于是又说：“那你们可被她骗了，她哪里是乖啊，她是隐藏的战狼啊，攻击性很强的。”当然，我不否认，盛明兰在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，都活得灰暗隐忍，活似盛家的一面背景墙。除了盛家老太太，谁都认为她软弱可欺。盛家大娘子嫌她管家不严，四姑娘墨兰觉得她没有反抗能力，五姑娘如兰觉得明兰处处退让，就连最有防范心理的林小娘也认定盛明兰是一个翻不起浪花的人。大家提起明兰就是一句话：她面软心慈，乖顺听话。所以观众觉得她乖也很正常。但完整看过知否就知道，那是因为盛明兰隐藏了真实的自己。真正的盛明兰不仅不软弱，相反，她是全剧中最具攻击性的那一个。墨兰也要强，但墨兰要强要不到点上，如兰看起来嘴上不饶人，内在却是温顺的。唯独盛明兰具备攻击性，又完全用对了攻击方式。明兰的攻击性来自两个人，一个是魏小娘。我很早以前写文说过，魏小娘是弱者，现在我依然这么看。我不否认魏小娘眼光长远，为人聪慧，但她身上有一个致命的局限性，那就是她桎梏于出身，有着强烈的不配感。她不是不想争，而是她从心底里认为自己凭什么争。这话她也对明兰说过，所以魏小娘才会对明兰说，让她上进一点，争取能跟着老太太。但为什么我说盛明兰的攻击性来自于魏小娘呢？那是因为小孩子最初的性格形成往往来自于他生活的环境。在夹缝里生活，大人想的是委曲求全，但小孩子往往更简单，他会用自己的本能来观察环境，然后选择一种最简单的应对环境的方式。盛明兰看到的是，委曲求全并没有让自己和小娘的日子变得好过，所以她必然会选择另一种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。这是盛明兰攻击性的第一来源。小时候的盛明兰其实非常掐尖要强，她不喜欢低姿态和示弱，她往往选择用主动合赢的方式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。盛明兰最初的攻击性常常会被人理解为天性，但其实天性只是一部分，追根究底是环境的逆向影响。我希望每个父母都能看到环境对孩子的塑造，而不要一切都想当然归结为天性如此，从而懒于去营造环境。魏小娘是看到了这一点的，所以她用自己的死给盛明兰上了一课，没有方式一味主动出击，也可能会带来更糟的结果。这是后来盛明兰学会隐忍守拙的最重要原因。其实还是因为环境和变故塑造出来的。如果后来没有养在盛家老太太身边，盛明兰搞不好最后真的也会成为一个被动型的人，因为不被动活不下去啊。庆幸盛明兰是一个有时运的人。盛明兰的第二种攻击性来自于盛老太太。隐忍守拙是环境所致，但盛家老太太一直告诉明兰的是，无论任何时候，她都不能做一个内心也退让和软弱的人，一定要懂得主动为自己盘算一点什么。遇到任何事情，盛明兰从盛老太太这里得到的答案都是迎难而上，用迂回的方式也好，用环环相扣的方式也罢，总之，面对困难，
要进攻，还要保护自己。盛明兰后来的隐忍，基本上就是一种进攻战略了。说白了，那是以退为进。他第一次用这种战略摆平了大娘子和林小娘时，以为自己会挨骂，结果盛老太太直接来了句：“做得好，下回还得这么做。”盛家老太太很欣赏盛明兰的那种进攻性，她最不支持一个人过分压抑自己，这种细节太多了。郡主来盛家断绝其横娶明兰为妻念头那一次，说要把盛家3个姑娘都认作干妹妹，盛家老太太和大娘子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大娘子选择避开这一茬，盛老太太却提点着明兰当着所有人的面主动接下郡主的这个下马威。因为躲是没有用的，主动了，反而流言蜚语和猜忌都会迎刃而解。后来明兰回盛家老宅，齐衡不知事情轻重，追了过去，非要见明兰。明兰都有点想逃避了，盛老太太说：“你就去见见，别像余家老太太，把嫣然养成个经不起事的性子，大事来临，惊慌失措。人生道路何其漫漫，以后的事还多着，躲是躲不掉的。”这就是盛家老太太人格里最宝贵的东西，也是她教给明兰最重要的东西，永远不要绕着是非走，要有调停生活的能力和勇气，不要只能被生活吊打，当吊打的鞭子挥到身上时，要主动格挡，并且给以后的再进一步留出一条路来。这一点我从前就理解到了，但现在我看到了盛老太太的另一重好，那就是她永远允许盛明兰适当释放自己的天性，她不要求盛明兰活成一个压抑的人。所以即使是最需要装乖的那段时期，盛明兰也有很多你会觉得和她乖巧性格其实不相符的生活习惯，比如爱喝酒，尤其是冰酒，比如字写的乱七八糟，但是可以不练字也无所谓别人说，比如爱吃爱玩，比如她其实一直会打马球，投壶的技能也一直保持着。盛老太太一点也不觉得这些是不务正业，甚至她一直保护着盛明兰的这种天性。我每次看到盛老太太配合着盛明兰，让她人前一个样子，人后做回自己，就会觉得好感动。因为她在乎盛明兰的成长，但也在乎盛明兰的快乐。而拥有了小快乐的人，会自己珍惜大生命。盛老太太真的太有教育天赋了。话说回来，盛明兰的进攻性，如果说一开始是一种本能，那么到了后来，就完全是盛老太太的刻意养成了，而且她还赋予了这种进攻性更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盘算谋略以及保留善意。从此，盛明兰终于成为了一个善良里有锋芒，锋芒上蓄着智慧的人。我每次看《知否》里盛明兰和老太太水上杭州遇劫这一集，都会很感慨。盛家老太太喝了安神汤，于睡梦中无法应对突然而至的劫难。房妈妈认为藏起来躲起来就行，满船奴仆也都全无主意，只有盛明兰认为不能躲，要自己找出路，不能被把希望寄托在躲避和侥幸之上。她决定主动抛弃一切财物，弃船走人。那一刻，盛老太太的灵魂在盛明兰的身体里活了过来。盛明兰践行了她在老太太这里学到过的一切关于清醒、关于谨慎、关于勇气、关于主动解决事情的能力。现在想想，《知否》的细节拍得挺好的。如果说《甄嬛传》展现了人性的沟渠，那么《知否》让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人是如何复制了自己的原生家庭，又应该如何超越自己的原生家庭。那个答案，盛老太太给了出来。当你给了一个人独立解决事情的能力，你就同时也给了他灵魂独立的权利。当年允许了一个人拥有无用的快乐，同时也教会了他珍惜有用的生命。我想对每一个女性说，人生中的确有许多时候需要慢一点，等风来，但人生中任何时候仅靠等，是等不到你想要的命运的。
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点圣明兰身上的进攻性，这是我们在命运之战里最可靠的突围方式。